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7号星期五了，在拿坡里的第二天，昨天中午到的晨跑，第一次出来晨跑在这儿。今天还是看着导航熟悉路线。我现在先要到海边，然后沿着海边一路跑过去，再跑回来就结束了。今天是我第一个训练日。但是因为又是出到一个地方，所以只能先慢慢来。一会儿咱们就去看看海边的风景。前面就是海了，哎，那一会儿看见海咱们再开机。我今儿只带了这个 Go 3出来。看小伙伴们，意大利那不勒斯，这应该算是西海岸吧？我看看啊，也不能完全算西海岸。我们现在在朝着我左边的海是整个地球的南方，远处还有山，前面深入海里边那块好像叫做，看看啊，叫做蛋堡还是什么？可能是，就是那个蛋堡，鸡蛋的蛋，城堡的堡。我的目标是到那儿，然后从那儿呢，再一直沿着海岸线跑几公里，再跑回来。意大利的清晨，现在是6:29。我们住的离海边不远。前天那个强度课跑完挺累的，还真挺顶的。像这条路线是 GPT 给我推荐的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在那不勒斯，我住在哪儿，有没有合适的跑步路线？他跟我说让我从蛋堡出发，跑到一个叫Parco， 就是日本的那个帕路口的某一个地方，还给我画了个路线图。然后我在地图上标了一下，这就出发了。看看啊，差不多快到我的起点了。这边也是靠右行，又得调整回来。这个地方是蛋堡，小伙伴们，前面那城堡，那我没说错，都是这一个东西。地图的比例尺可能不一样，就一直沿着海岸线跑。前天那个强度课，现在回忆还觉得特顶。我回去看数据，高驰给我的训练评估都是没有的，因为他说我可能心率太高了，也许是他认为是测量不准。但是测量是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已经是连着第6个训练日了，再加上有点兴奋，而且你在外旅行再怎么着也不像家里休息啊什么的，一个人顶太难了。但是为什么说，屏幕前的各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呢？就是因为摄像机一架，有的时候那个小感觉就上来了，就不拼也得拼一拼。但是昨天跑到最后那半圈，最后1公里，最后那200米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感觉整个胸口都要炸开了，就是腿还有劲儿，但是喘不上气了。虽然就是把X4立在了体育场的不同位置，
它不是拍摄的时候追踪，它都是后期去用关键帧然后调位置，所以用 X4 拍摄剪辑是很麻烦的。就所有厂商说 AI 剪辑什么的这些就是你旅行拍个短片是没问题的，就出一个漂亮的东西是肯定没问题的。但是我这种就不太合适，我这种呢就得大部分时候手动追。像我跑过摄像机那一会儿呢，让它后期软件里让它自动追。但是呢，给360提个建议，它那个自动追踪的时候，建议它把音频放出来。虽然我知道那时候可能会变慢，就声音也不太对，但是呢，比方说，我举着它拍摄那种，假设现在我说了一句：“哎，你们看哪儿哪儿。”但是呢，如果让它追踪到我，它就一直那么就在程序里跑着，就一阵一阵跑着，没有声音，所以我并不知道这块我要停一下，手动去切一下视角，这是个痛点。那都是手动弄的。昨天X4是1秒没停，全程录下来的，但我发现中间那个2公里相机放的位置有点太远了，效果一般。然后大家看到的拍到我全身的那种画面，声音都是来自 X4。我贴了它官方那个抗风噪那海绵，第一视角的都是大疆的那个第2代的麦克风，手里拿着，很少听我那么喘，对不对？所以强度课有人带会比较好。而且这么说吧，如果以前没有加入过这个跑团的时候，我跑不了这么快。就是加入这个跑团以后，我知道有人带我能跑多快，所以我才能顶到前天那个程度。因为我知道它还不是我的极限，只是心理的极限。我看早上起来就开业的咖啡加酒吧，意大利的生活。我们后边的行程是19号去罗马，然后住一晚，20号就回去了。到达大阪是21号的晚上9点，飞机落地。压力挺大，21号是礼拜2，还有时差。这是房车的理发馆，但是礼拜3我要去参加跑团的合练，可能就轻松跑那种，但愿能实现。我不知道相机到什么时候没电，只大概一个出来。这相机已经重度使用了1年多了，就是它首发的时候就开始每天这么录。哇，这块路有点窄呀。有小伙伴说看了我的视频，之前问我跑步用 X4 好还是用 Go 系列的好。他说总结出来用 X4 好，我跟他说，我说，我文字回他没有说这么多啊，就是我的态度是，什么东西都是要取舍的，你不太可能有一个设备很完美。X4 有 X4 的问题啊，就是我现在跑成这样，我拿着它训练，我也觉得不可能是永远都这样。就像那个 Pocket 3也是。就是你想要 Pocket 3那种优秀的大传感器的画质，那你肯定就要牺牲手持，然后呢不防水，比较娇气，不能磕碰，对吧？X4呢防水没问题，没那么娇气，但是呢沉啊也是个大东西，而且你还要考虑镜头保护的问题。带着 X4 出来，你就得带它那个套，对吧？或者你带上镜头
保护壳，但是戴上保护壳你就牺牲画质嘛，对吧？Go 系列呢是最无感的，但是呢，电池差一点，电量不太行，而且画质呢，我觉得啊，虽然传感器和现在X4差别不大，但是因为算力的问题，画质和X4比大概，我觉得差5%，纯拍脑袋的感觉啊。看大海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期待科技进步吧。不管是哪一家厂商，要是能做到像现在Insight 360 Go 3这么大，然后这种佩戴方式，同时呢，把感光元件变成1英寸的，但是这带来的是更多的电的消耗。所以我老觉得，就是人类下一次的突破，应该就是能源的突破，不管是现在 AI 要求的越来越多的算力带来的能源问题，还有就是电池的问题。现在电池是制约厂商们做出更好东西的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并不是好些东西做不出来，是因为做出来以后没意义。为什么我迟迟不买无人机呢？大家想，如果有一个小的无人机能跟着我，那确实挺好的呀。但是它就能飞，越小的无人机飞的时间越短，10几分钟、20几分钟，或者半个小时没电了，怎么办呀？那就不是它跟着我跑了，变成我背着它跑了。我就说那些跑步的在刚才那儿都掉头了，这条路确实不好跑，体验一下吧。但是我特喜欢欧洲这种，就是这种大石头柱子钉进去的，一个一个，然后拼成的这种路面。那时候看布拉格马拉松，还想着有朝一日有没有可能去一次。6公里了，嚯！那扫垃圾的。但是马耳他那个田径场给我真的是巨大惊喜，那个比我在新加坡跑的田径场质量都好，真的没有想到。而且不止那一个，我为什么找到那田径场呢？就是看地图，看那个卫星图找到的。这儿的风景又好起来了，就那一段儿。昨天来了以后，发现意大利马耳他，哦，小猫 ，Hello， 哦，跑了。还有布达佩斯，就是匈牙利，真的是都不一样。你看马耳他和意大利这么近也不一样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玩法。就是作为游客呀，昨天来了，我跟家属说得习惯意大利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应该散漫一些。果然，昨天在地图上找地方，就不如出发随便走一走，都是这样。但是你要是去日本呢，就最好是在地图上找地方，再出发走一走，不一样。底下这些面向大海的房子，哇！看小伙伴们，
那我在这儿照个相，我们就结束训练之后再聊啊。我已经快跑回来了，看远处那个城堡，就刚才那个蛋堡。刚才一路上坡，后来一路下坡。现在是7点40，地中海的太阳已经这么大了。好多跑步的了。这个路到前边就没有车了，就可以跑到路中间了。还行哈。你看这儿车就挡住过不来了，看没？这边就随便了。哇，这应该是还没修好这条路，否则不可能这种宽的柏油路不让走车。哦，太近了，这有点像北京原来郊区有时候新修一条路没通车的时候。我这有点跑马拉松的感觉，是吧？左前方是个公园儿，我再绕一点距离就回去了。漂亮漂亮。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生长的人，哎，肯定性格都是不一样的。哎，5月17号星期五清晨，都8点22了，在那波利街头第一个训练日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不快，5分15，就时快时慢吧。认识的路、平坦的路就快，回来这2公里就慢一些，一看地图就会慢一些。风景还是很不错的，身体状态也还不错。这个住的这个地儿给大家看看啊，你看，家主给我开门来了，因为这个楼还没开门呢，白天这门是大敞开的。这是个酒店，其实这不是个酒店，这边也有住户。酒店包了一层的一个角落，几间房子，这有5个钥匙，这个门一个钥匙，楼门一个钥匙，酒店那个大门一个钥匙，房间门一个钥匙。房间门里头呢，用电就是那电闸还有一个钥匙，然后保险柜还有一个钥匙，这一个图里特别有意思。行吧，相机快没电了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我们去吃早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